说好的暴涨10月去哪了？不是说历史上10月有90%几率比特币上涨，该不会今年就是那个例外？Hello， 老哥，欢迎收看本周的币圈周报。现在时间是台北时间的10月5号下午。那过去这个礼拜呢，实在是发生太多能够影响市场的资讯了。如果你只知道中东战争的口号，你会错过超多的东西，并且你显然没有办法分清楚哪一些是过分的恐慌杂讯，哪一些是你真正应该担心的风险。所以这个礼拜的周报有2个任务。第一个是帮大家看一下过去1周影响市场的各个因素，以及总结一下我对未来市场的观察跟布局。我们就直接开始吧。第一个新闻我们看到 Bitcoin tumbles back towards$6万 as tensions in the Middle East rise。这个想必只要你在币圈，或者是你有在关心世界时事，你都知道上个礼拜伊朗丢了200发飞弹，中东就开始打仗了，并且在同一个时间，股市跟比特币都暴跌啊。原本比特币在前一个礼拜涨到了6万5，甚至碰到6万6，直接回踩到6万，甚至跌破6万。那相关的新闻在各大媒体都可以看到，什么伊朗攻击以色列这一次不同啊，恐伤害台湾啊，什么200枚飞弹攻击该国等等。这个战争的细节我们就不讲了。总之我们都知道战争这个生灵涂炭的事情大家都不乐见。我们需要知道的第一件事情是，这个战争的发生跟币价下跌是不是有直接的关联？这个是这个推特上的一位叫投资 Talk 的 KOL 帮大家画美股在礼拜1的时候跟油价的走势确实你可以看到，在上礼拜1股市开盘的时候的一个暴跌，跟油价上涨是完全同时发生的。那基本上美股的下跌，我们会去判断它可能跟各个因素都有关联。但是如果它今天跟油价的上涨是完全同时间并且反方向的话，那我们就有理由相信说，上个礼拜包括比特币到美股的下跌是来自于对战争的担心。同时你可以看到比特币市场也确实是在，因为这个是东八区时间，确实是在台湾的这一天晚上，也就是美股开盘的时候开始下跌。那上礼拜的第2个消息就是日本出乎意料的选了一个对货币政策比较鹰派的新首相上任，他的名叫石破茂而他一上任就直接造成日股崩跌。这背后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对于货币政策相对鹰派，很多的市场上的投资人认为说，如果石破茂会上任日本首相的话，接下来日元升息这件事情发生的几率就会非常大。那如果你这阵子都在关注市场的消息，你会知道说，首先7月30号那一波的全世界都在暴跌，是因为日本打算升息。后来之所以没有暴跌，是因为日本似乎没有要继续升息。但是显然市场是非常担心，这个对货币政策比较强硬的石破茂先生，他如果出任日本的新首相的话，那日本的货币政策走向持续升息之路，可能就无法避免了。而如果你不知道为什么日元升息会影响国际局势的话呢，那简单来说，就是世界上有一个叫做套利交易的事情在全世界火热进行当中，大家就是从日本去借一个低利息的日元，然后去投资在美股或者其他市场上。当日本升息的时候，那用低利息去借钱，然后投资在其他的高利率，例如美债或者美股的事情，可能就会紧缩。那这样子原本在国际上热钱就会被收回日本，这个是基本的国际套利的一个逻辑。简单一句话就是，如果日元预期会升息的话，股市跟比特币就会跌。上礼拜的第3件大事就是美国东岸的36座港口正在进行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大罢工。美国东岸的4万5千名工人因为不满他们的加薪制度，从10月1号的0点开始大罢工。从缅因州到德州，总共有36座港口陷入停摆。那根据英国牛津的经济研究院估计，他们这个罢工只要持续1周，全美的经济就会损失45亿到75亿美金，在国内的生产毛额的 0.1%， 一个礼拜就损你 GDP 0.1%， 显然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心的事情。而且他们的罢工如果持续1周的话，最后就要花1个月才能将积压的货运清运完成。显然，在这个大选在即以及国际情势动荡的局面，如果美国国内还在进行这么大的一个罢工，对于短期的市场一定是带来比较大的风险跟不确定性。另一个大事情，也是我原本认为应该是上周最重要的事情，结果这个战争显然是最重要的事情是这个失业率的公布上个礼拜美国的失业率公布了。好消息是，这个失业率的公布是优于大家的预期原本大家担心说失业率可能会 4.3%， 然后我们说如果高于 4.3% 的话，可能大家对于经济走向衰退的危机感就会比较强。但是这个失业率只有 4.1%。并且呢，非常夸张的非农就业的数据，原本的预期应该是13万人，结果是一个 whopping 的254K， 也就是25万人比预期高出了2倍。而强健的就业数字呢，放在平时，大家应该会说，美国的经济现在是非常稳健，所以不会经济衰退，我们就持续的降息，然后走上一个美好的市场。
但是呢，经过过去几周，其实我们都知道，当下如果市场是上涨啊，人家什么数据都可以说是涨；当下市场都是下跌的话，什么数据都可以说是跌。过去一周明显是市场在跌嘛，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对这个失业率是怎么回应的。美最新非农就业远超市场预期，失业率续降，联准会大幅降息的几率减。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呢，因为失业率降，所以这个经济比较稳健正常。所以原本大家以为可能11月美国要一次再降息2码，现在可能只能降息1码。也就是说，原本美国会放比较多水到市场上，现在可能不会放那么多水，所以呢又是利空。这个市场可爱的地方啊，只任何一个消息，当下主流媒体跟这些有话语权的人都可以用他想要说的话告诉你。那我完全可以想象，如果这次的失业率是高于市场预期的话，那一定又是一个更加利空的言论会出来，经济危机要出现啦，战争发生啊，第3次世界大战等等啊。结果失业率是降下来，他们还是可以利空啊。那上述种种恐慌消息呢，都让我们这个October 啊，历史上11次里面有9次上涨的10月，偏偏都是我们都在买。也不是我们都在买啦，就是总之我有买的10月一开始就是经历一个下跌的情况，并且呢，如果你影片看到现在，你会发现说，哇，这个10月的开头真的是太糟糕了吧？这个战争还没有打完，这个降息的预期又变弱，然后怎样的原因比率下跌，是不是会继续跌下去？我们来继续深入的抽丝剥茧啊。这个区块客的新闻，比特币怎么突然跌了一波？分析表示，期货市场发生嘎多的平仓潮。如果你去看数据比特币之所以在上个礼拜1、礼拜2的时候有一波比较大的暴跌，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在当天期货市场爆了很多的多头这个是比较一点没有证据，但是大家都这么说的一个事情，就是今天当庄家想要拉盘的时候。如果散户现在的看多情绪实在太多，他们会在期货市场做很多的多头的部位，那庄家会觉得这个车太重，他要先把这些多头爆仓甩下去之后，他才能够去拉盘，然后赚走散户手上的钱所以呢，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当市场上乐观情绪或者悲观情绪太浓烈，就是比方说如果空单太多的时候，通常市场会拉一根把这些空军爆仓之后再跌下去。当市场上多单太多的时候，市场会突然跌一根，把这些多单爆掉，然后市场再涨上去。你从过去的爆仓的数据可以看出来了，这次的多头爆仓来到当天是4.5亿美金那上一次有这么多的多头爆仓是要回顾到8月5号的时候，而且你看到从8月5号比特币价格跌到54000美元的时候，接下来就是持续往上涨我们显然不能够依据这个数据就判断说它会跟8月5号一样，接下来比特币就再涨回6万多、6万5，但是至少这一天大爆仓之后的短期走势是类似的恐慌的指数也是一样，上个礼拜我们才提，大家经历了一整个月的恐慌到极度恐慌，才涨了1个礼拜，这个贪婪指数就来到贪婪了。显然市场就立刻给大家一个教训这个礼拜又跌回恐慌目前影片录制的时候再回到中性，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另一个呢，就周五发生的事情。我们刚刚提到的历史上最大的这个罢工案，如果1周的话就要损失多少？幸好这个罢工案只维持了3天左右。美国公安的罢工在周五的时候结束它对大选的影响止步了。劳方跟资方达成的协议是，工资他们将会在6年内上涨约62%，这意味着在合同到期的期间内，平均工资会从每个小时39美元上升到63美元。美国的薪水是蛮高的。那这个值得市场开心的是，当然短期内的冲突解决了，短期内的不确定性解决了。但是呢，如果你学过一些基础经济学，你会知道，如果说今天因为罢工等因素让资方必须让劳方的工资上涨，资方还有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少聘请一些劳工，所以可能就会让失业率在上升。而这件事情其实还是很多人心里的一个隐患。但这个隐患待会会讲到，但是在那个之前呢，这个礼拜还有另一个大反转，就是石破茂。我们刚刚不是才说他刚上任的时候，所有人担心说日元因为升息，对日元会走高，然后日股、美股也会走跌嘛。结果呢，就在这个礼拜5的时候石破茂突然鹰转鸽，为日元套利交易大开绿灯。我们看这个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他说石破茂在正式宣誓就任日本新首相才36个小时之内，就做出了明显的政策180度大转弯，重新点燃市场对日元套利交易的压注，并将日元汇率推至6周低点。他说了什么话呢？他是在跟日本央行行长直田河南的对话中表示到，他希望经济在货币宽松的趋势背景下，以可持续的方式朝结束通缩迈进，而目前呢，并非进一步加息的合适环境。也就是说，原本他在上任的时候，他上任前呢，大家都觉得说，他的态度就是一个非常的鹰派，一定会加息。上任36个小时，告诉大家说，目前并非进一步加息的合适环境。所有市场分析师在打脸的同时，日元也开始暴跌，而日股呢，跟全球的股市也就视为这个是一个利多的局势
原因就像刚刚提的，国际的套利交易死灰复燃啊。就连日本自己的研究员他们这位高级经济学家主优喜都说这令人意外，这加强了他的观点及日本在12月是不会加息的。就那一集之前我们提到日本的消息的时候，都是讲他们的首相是非常看好 Web3 的发展，石破茂在这一点也是承继了之前的首相的想法。他在上任短短几天之间的经济政策，就其中有提到这个石破茂认为 NFT 跟区块链可以帮助促进地区经济。他在官方的政策文件写到，使用区块链技术与 NFT 等，他们可以将寻求最大化大量模拟本地产品的价值。而9月底的时候，日本金融厅要做的金融改革里面，也包括了建立新系统来简化企业处理加密资产的流程。与希望在游戏内使用加密货币购买道具等操作能够变得更加便利所以原本的一个大家认为的鹰派的总理，36个小时内也要升一变，变成一个鸽派的总理以及呢，这个可能大家最在意的，我们说好的上涨10月，我们说好的11次有9次要上涨，难道这一次就是偏偏的第12次，然后第3次的下跌吗？这个国外蛮有名的 crypto KOL 叫 Ash Crypto， 他帮大家打一个信心的补给他告诉你呢，我们说10月会上涨嘛，我们看一下2023年的10月比特币第一周是跌了 7.5%， 但是整个10月还是涨了 33%， 所以呢，比特币现在10月第一周跌了 6.5%， 是不是也不能代表整个上涨10月就被没收了呢？这我帮大家验证了一下，我在 TradingView 上面看了一下2023年10月的走势确实月初的确是有走过一波7.10%左右的一个下跌，然后呢月底上涨，然后我还不信邪的再往前去看，这个是2022年的10月份的走势确实在月初的时候甚至有一波11%的下跌，然后才慢慢的往上走。2020年就更夸张开头的时候跌了一波大概5%之后是这样子走的。那2021年没有选进来，是因为2021年的10月基本上每天都是上涨，但是对那个是大牛市。总之呢，如果你是一个盲投加密货币，就是觉得10月就是买，然后10月就是赚钱的投资人，然后发现说你现在可能要错了退场，其实你是可以退场的，因为本来就不应该盲投。但是过去4年之内有3年，结论都是一个开低走高的，这个客观的数据也不是我们掰造的，分享给大家。接下来聊一下我一些个人的观点因为像我说的，我们要知道过去发生什么事情，只是要确认这个发生的事情到底是恐慌的消息，到底它会不会对市场有影响，那到底为什么它会跌？但是我们知道它为什么会跌，或者是我们不确定它为什么会跌之后，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看未来有可能发生什么事情，是真正的危机或者真正的利多那我想现在大家能够看到很明显的最大的利空，就是中东战争的加剧3战不远的以色列飞弹袭击俄国空军基地，弹药库爆炸画面曝光。就是一开始不是说我们伊朗丢了几个飞弹打以色列嘛，然后以色列回击了哪里，然后回击了哪里，然后呢我们又看到他攻击了俄罗斯然后我们都知道俄罗斯本来就跟乌克兰在打，然后俄罗斯也不是一个吃素的，有没有可能这个战事接下来越演越烈，导致成一个小的局部中东战争，扩大到欧亚地区甚至最后美国如果参与进来，然后让这个战争更加的严重，甚至像很多喜欢下恐慌消息的媒体说第3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我们不能说这个几率是0我们随时都要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而这一次我们可以特别留意的时间点，是一个以色列他们犹太教的一个特别的时间点，叫赎罪日那今年的赎罪日是在10月11号到12号。网络上有很多人在讨论说，以色列之所以在这个时候选择打各个地方，而且狂打猛打，就是因为他们希望在赎罪日之前把这个战争打完那提到赎罪日跟战争，可能很多朋友听过所谓的赎罪日战争。这个是1973年当年的10月6号，也就是影片上来今天那一天是当年的赎罪日。赎罪日这件事情就是犹太人他们要简单来说就是休息可能就有些人就不会上班阿兵哥在那天可能不会上班。那1973年的那一天，阿拉伯国家就在那一天袭击了以色列。那因为中东的战事现在并不是非常的明朗其实外界也不太清楚说最后以色列到底要做什么事情，伊朗跟俄罗斯他们到底会不会回击，以及会用多大的情况回击。我们唯一能够观察到的似乎就是现在的战火似乎有稍歇，美国白宫的态度就一直都是这样，就是并没有说他们是受益以色列的那一方，但是他们也没有去特别的阻止以色列打人。在那么多不确定的情况下，这个礼拜会迎来以色列犹太人的赎罪日。我想在接下来这一周左右，大家还是要观察一下这个战事的进程。那另一个近期真正的危机是失业率数据被认为造假的一个事情。就是如果你有看一些分析的社群，或者是在美国的一些
跟就业相关的社群，你会知道说，他们看到这个失业率的下降，他们都非常的怀疑是民主党在为了他们的选举之路在造假数据啊，就是根据当地人的一些生活的体感，就失业这件事情在美国是并没有被好好的解决哦。而现在这个假数据在选举结束之后，如果揭露出来的数据变成真的数据，市场可能会在那个时候才发现说，哦，原来其实是要恐慌的。美国的经济并没有如大家想象的稳健哦。但好消息，这件事情应该不会是短期之内有太大的发酵，要发酵的是真正大选结束之后再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好，虽然说有上述这两个比较大的恐慌跟不确定性还在，但是这个礼拜我个人依然选择抄底而不是卖出。有这3个比较大的原因啊。第一个是2024年的美国大选啊，从上个礼拜、自从 Kamala Harris 在这个辩论会被一致认为说他已经碾压了川普啊，就一直以来都是 Harris 的这个选情在 Holy Market 上面是比较高的。然后众所周知，川普对于加密货币的态度绝对是比较好的。可是如果你现在去看 Holy Market， 川普的这个预测当选几率是上升的。那这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呢？明明这个失业率的数据出来，好像是民主党把经济控制得很好，民进党特警力却在这个时候依然被川普反超。我个人认为有一个理由就是战争我们都知道川普是美国近几十年历史上唯一一个在他担任总统期间没有发生战争的美国总统，甚至他在当总统的4年之内，国际上也没有大的战事爆发因此可以客观的判断，川普是一个更加不想打仗、更加的能够停止打仗的一个商人总统。而过去这个礼拜，国际形势从什么失业啊，从什么利息啊，突然焦点变成说，哇，这个战争会不会发生，会不会3战？这个情绪如果渲染也影响到了总统大选的话，那显然对于川普的胜选几率是会上升的。而这件事情其实间接的就表示，对加密货币接下来的政策可能是看好的更多。当然，这不代表川普真的会当选，也不代表川普当选之后战争的问题就会解决。但至少这个是 Polymarket 可以让我们看到的一个数据那另一个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周五的失业率是下降这一件事情。虽然很多人认为说这是一个假数据，并且某种意义上我也认为说它假数据的几率是存在的，但是它至少给了美国的政府跟美国的联准会有一个非常合理的理由，称美国的经济是稳健的。然后去做比较稳健的经济策略。举例来说，如果说这个失业率出来的数据是一个很糟糕的，然后美国降息2码，那其实对经济危机的恐慌就会比较大。但如果经济数据是好的，联准会主席更有理由在接下来的 FOMC 会议或者是各种情况下，即使它增息2码或者它升息1码，都可以让市场的投资人有理由对美国经济的稳健保持信心。而如果美国经济的稳健是信心的，那所有我们所知道的区块链的产业的发展贝莱德在加密货币的建设能够反映到币价的几率也是比较高的。而第3个比较大的理由呢，其实就是买战争底策略在过去其实你就听过，像这个是美国银行 Bank of America 的这个数据回测他说历史显示每一次有地区型的震荡发生的时候，那是你应该要买而不是卖掉的时机因为战争其实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恐慌的一个事情，它能够造成的死伤影响是会让人甚至忘记说这件事情对钱应该是什么样的改变，因为毕竟都会影响我的人身安危。但正是因为这件事情这么恐慌，市场往往会过度的反应，就是原本说这件事情可能会影响10%，但结果就下跌20%。因此历史总是显示说，在战争大家恐慌的时候买进，常常是一个好的 buy the dip 的时机更进一步说，如果你对比特币的信仰是像 Michael Saylor 或者是贝莱德那样的想法，你心里甚至还会有一层想法是，战争其实应该是一个利好比特币的事情。在22年那个乌俄战争刚开打的时候，所有的币价什么都是在下跌，但是随后你也可以马上听到有人说，在战争的地区，大家使用比特币来避险等等的消息会出现。虽然说这一次还没有发生这件事情。那除非你看到这次的战争影响到了比特币哪里的基本面，否则它对于价格的下跌影响，比起长期更有可能的是短期恐慌。那以上是我自己判断我们在这段时间 buy the dip 的原因但是不要听我的想法，我只是一个坐在这边跟大家一样看新闻，只是我多做了一点功课，多整理一点消息而已。不要听我的想法，听他的他是谁？渣打银行中东冲突恐致比特币跌破6万美元，渣打说反而是买点。这位渣打的全球数位资产研究主管表示，随着中东冲突持续，比特币可能会继续下跌，但这反而会让投资人有机会在低点增加持仓，预期未来的回报有可能会增加。如果你觉得他太乐观的话呢，看这个避险基金的投资人 Quinn Thompson 的说法，他更夸张他说比特币这周的跌势只是短暂回调，不会持续太久。
他说这是投资人可以无脑买进的绝佳时机啊，不是我说的啊，是这个投资长 Quinn Thompson 说的。那如果对你来说买比特币这件事情理所当然啊，我们之所以会看这个影片看到现在啊，谢谢大家，就是因为我们相信比特币的未来嘛。但是有没有什么小币可以买呢？灰度更新了他的 Top 20关注清单啊！如果你不知道灰度是谁的话呢，他是远在贝莱德富达之前就已经非常深耕于加密货币的，基本上就是一个数位货币的一个机构啊。人称灰度爸爸，他这次更新了他在 Q4 的研究部门关注的前20清单啊，包括比特币、以太币、Solana、Ton、Chainlink、Near、Uniswap、Sui、Bittensor，一大堆，这个大家可以再自己看一下。那其中呢，本季除了 Render、Mantle、Thorchain、Pendle、Illuvium 跟 Radium， 增加了 Sui、Tau、OP、HNT、Celo 跟 UMA，不代表这些币就会跌，但是也许值得关注一下。另一个跟投资比较没有关系的，就是跟基础建设更有关系的数位资产与传统货币的桥梁 ，Swift 宣布2025年进入现场试验。全球最大的跨境支付处理设施 Swift 宣布从明年开始，北美、欧洲跟亚洲的银行将会透过 Swift 的网络进行数位资产，也就是加密货币和货币交易的现场试验。这项真正多年的实验将走向现实，金融机构将来可以使用 Swift 来连接现有的新兴资产跟货币之间的类型进行互换交易。我们讲过非常多次了，在过去4年内，无论比特币是涨是跌，即使在下跌的时候，这些基础建设的公司 PayPal、Mastercard、Visa、Swift 他们都一直在建设区块链的转账跟各种的功能。如果说下跌的时候如此，并且他们预测未来1年会是牛市的话，那毫无疑问，加密货币市场跟传统金融市场这种 RWA 相关的整合只会加速了，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我们快速看一下上礼拜的币昨天数据那稳定币的流入流出可以判断现在的资金是流向币圈还是流出币圈上个礼拜币圈是接近流出了 0.2%所以是一个流出的一个环境。而在所有的币里面呢 ，Optimism 是流出最多的。那逆势还在流入的有 Ton 区块链跟 Sui 区块链这两个链在上礼拜都是逆势表现不错的。那 Ton 生态系呢？如果你是个币圈人，绝对很熟悉的，几乎就是手机上的 Telegram 的一些小游戏嘛。那上个礼拜呢，币安才上架了一个这个仓鼠快打，叫做 Hamster。而在更之前，其实币安已经上架了另一档叫做 Cadison 的一个币那 Cadison 是一个 Ton 区块链上面的一个放置小游戏，主打 Play to Airdrop， 边玩边空投，只要你有 Telegram 账号就可以打开直接游玩，不需要额外安装任何的程式。游戏内容也很简单，就是把相同的猫咪合起来，它就会自动帮你赚代币，算是前阵子最红的一个 Telegram 上面小游戏之一你可以付钱玩，但你当然也可以免费的玩。重点来了，这个 Cadison 它虽然是一个很简单的小游戏，但它背后的投资人非常非常疯狂除了有币安、Binance Lab、Hashkey 等知名的风投之外，KDB 在前2周上架了东方系的最大2个交易所币安、OK 之外，近期他们的合约交易也上架了西方最大的交易所 Coinbase 的国际版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加密货币有3间交易所，如果你能够上架的话，都是大利好。一个就是币安，一个是 Coinbase， 一个是韩国的 Upbit 那现在呢 ，Coinbase 国际版的合约已经上架了，这是不是代表有可能他们在现货交易对也有上架的可能性呢？从他们的 roadmap 路线图来看，他们预计会在 Q4 推出小游戏中心 Cadison Game Center， 它所包含的20款小游戏都有可能会让这个 KDB 能够在 Cadison 生态里面去挖其他小游戏的代币，让 KDB 有越来越多的赋能。那有兴趣的朋友，现在网络上都有很多 Cadison 这个玩法的攻略，你可以去 Google 一下，你有 Telegram 就可以玩了。但是必须要提的是，像这样子 Play to Airdrop 的模式，之前 Play to Earn 也是有出现过，就是有暴涨的行情。但是呢，这波热潮如果结束之后，它的下跌的情况也是显然会比主流币来的严重。那对于 Ton 生态或者这个全新的 Telegram 小游戏模式，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KD 现在有跟台湾的 Max 交易所合作，做了一个免费的活动，让用户参加，最高可以抽 iPhone 16 Pro 跟总奖金20万台币的 KT甚至前500名还可以直接领到等值150台币的 KT。我会把详细的资讯放在下面的说明栏。比特币现货 ETF 的流入呢，你可以看到在过去5天除了星期1是流入之外，从星期2开始就大量的流出，而那个时间点也很明显，就是以色列他们在打仗的时候那好消息是礼拜5的时候，比特币现货 ETF 又是一个流入的情况。而以太坊现货 ETF 呢，如果你看总流入流出的话，你会看到类似的情况。可是呢，如果你去看贝莱德，基本上现在的以太坊现货 ETF 几乎都是贝莱德在流入的他们看到了什么东西呢？这个就是我们确定的事情吧。好，本周成长的部分，这个礼拜比较需要关注的时间是双十节，台湾时间的凌晨2点的时候，有 FOMC 会议联准会的主席会在那个时候说一点
什么样的话？这个大家都知道，现在关注的就是11月到底会降息2码还是降息1码？它对于现在的经济的情况是不是觉得是稳健的？不过呢，因为现在啊，所有人的预期基本上就是降息1码了，降息2码的几率应该是比较低的。不太确定说他这个时候能够说什么样的话去左右市场，但那个时间段大家还是要小心的。另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双十节当天，台湾时间的晚上8点半，美国通膨率会出来啊。那基本上，如果说失业率可以这么好看的话，通膨率应该是不会难看到哪里去啊。不过现在大家的对通膨率的预期是要压到2.3%，比较压到有点难。不过现在我们能说的也就只是，如果通膨率最后是有达成预期或者是低于预期的话，对于降息的几率是会高一点的。不过因为现在战争的关系，要低于预期可能会有点难啊。双十节那天10月10号礼拜四那天晚上8点半，当天市场可能会震动的比较大一点，大家要留意的事情。代币大的解锁的部分呢，最近刚上架币安的这个 EigenLayer 的 EigenB 啊，以太坊的在质押龙头，它在10月9号台湾时间的早上3点有高达 5.32% 的大的解锁，3300万美元左右。那通常大的解锁代表供给量上升，价格可能会下跌，或者项目方可能会在那段时间释出利好消息拉盘，就只有 Eigen 的同学要留意一下。那除了 Eigen 以外呢，还有这个 Aptos 的 APTB 在10月12日的台北时间早上6点有 2.25%， 高达1亿美元的大的解锁。APT 对面临的抛压是比 EigenLayer 还要大一点的，只有 AP 的同学也可以留意一下。好，那以上就是这个礼拜的币圈周报。非常感谢大家。这一次我们在录制的时候，麦克风出了一点问题啊，我们已经很努力的修复了，但是听起来还是有一点瑕疵，感谢大家的体谅。然后呢，我自己的免费的课程，我们10月份又开一堂了，这次是跟北科大合作，是10月14号下个礼拜一在台北科技大学的国际会议厅啊，我们会针对新手布局比特币2025年的机会跟风险来做一堂专题的讲座。所以这个时间点，如果有兴趣的朋友的话，不妨可以来报名听听看，来在这个练习生的官网就可以免费注册登录啦。那这个是一个完全免费的课程，然后是我自己在这段时间又亲自新编的一些内容，分享给想要入圈但是又不确定现在应该要怎么进场的新手朋友。好，那以上就是这个礼拜的币圈周报。那最后也想问一下大家的想法，你觉得这次中东战争有可能会越演越烈，让市场跌到一个更惨的情况，还是你觉得战争不会再更加严重？现在的价格已经是过分恐慌，是一个可以买入的时机呢？看等下留言区跟大家分享。好，那这部影片就到这边。如果这部影片对你有帮助，可以帮我按赞这个影片，分享给新的朋友。因为我频道让 YouTube 很早知道我们想看加密货币的内容，所以比特币就会涨。有任何问题都会在底下留言区留言我。以上我是老哥，我们下一期再见 ，peace。如果你想投资加密货币，就还没有账号，可以使用底下的币安连结注册。币安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用底下的连结还可以享有交易手续费20%的返现。如果你想要量化交易、聪明投资，可以使用底下的派网连结。派网是币圈知名的量化投资交易所，一样使用推荐连结可以享有20%的手续费折扣。